中国军费增长7.2%的背后，不想打仗但不怕打仗，无需与美军攀比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宣布，我国2023年度的国防预算为15537亿元，增长约7.2%。这是中国军费连续3年快速提升。2021年，中国军费预算增加了6.8%，2022年同比增长了7.1%。如果算一下绝对增加值的话，大约每年提高1000亿人民币。若扣掉中国通胀率的影响，实际每年增加的军费大约是950亿人民币左右。与美国相比，中国的军费总额大约为2245亿美元，而美国2023财年的军费高达8579亿美元。中国的军费只有美国人的26%。如果按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5%的增长目标测算，那么今年中国军费占 GDP 的比重是1.2%。这是一个非常克制的数字。当下，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 GDP 的3.5%，俄罗斯为4%，在战争状态下，甚至有可能接近10%。欧洲国家现在普遍接近2%，印度则是2.5%。可以说，与全球各军事大国相较，中国军费预算占 GDP 的1.2%，其比例是很低的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军费每年增加1000亿人民币？今年增长7.2%的速度呢？首先，保持较高的增速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必然结果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短板要补齐，比如中国空军还有大量的2代机需要更新，战略级别的预警机、加油机比较短缺，反潜巡逻机的数量也不够，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、战略核潜艇还没有开始服役，新型舰载机和战略轰炸机还在研制。而且解放军的工资待遇水平也不高，需要根据通胀的情况适量增加。中国军队的作战力量处于快速的发展过程中，军队需要留住人才，这些都决定了军费必须有一个适度的增长。第二，我国军费占 GDP 的比例较小，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普遍水平，说明中国的安全战略仍然是防御性的。当然，如果有人胆敢分裂中国领土，鼓动台独，侵害中国的安全利益，那么解放军现在就有足够的实力来完成使命任务。第三，中国不急于快速增加军费，一个最大的底气是我们的军费使用效益很高。一方面，中国的军工产业链体系比较完善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制造业大国，所以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相比于美国要便宜得多。例如，美国采购一艘现代化的军舰成本是中国的将近4倍，一艘星座级护卫舰就要7亿美元，而中国买一艘万吨级的055型驱逐舰也不过如此。美国军队是全球部署，而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家卫国，所以二者的军费使用效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第四，虽然中国的军费总体规模比美国仍有很大差距，但是经过多年的提升，其绝对数值已经不小，说明解放军的实力真的很强大。比如，印度的军费不足中国的1/3，且武器装备主要依赖进口，买一架美国的无人机就要花上亿美元，花同样的钱，实际效果的差距非常大。看懂中国军费的增长速度，尤其是总体规模占 GDP 的比重，就可以知道中国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。中国在2027年之前要实现军队的基本现代化，2035年要建成全球一流军队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个过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，我们不急于快速增加军费，不是我们现在没条件，而是解放军的实力提升要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相匹配。当然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已经在世界上屈指可数，完全有信心、有能力完成祖国交给的任何使命。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，我国军费的规模只要保证解放军现代化的速度超过美军，就能为中国构建更为有利的战略竞争态势，且不至于引发严重的中国威胁论。其实，判断中国的军费以多少为好，其标准就是要足以让美军感到忌惮，不敢武力干涉台海，不敢对中国进行核讹诈，使解放军能够完成祖国统一的使命任务，能够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。
中国可没有兴趣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。美国的穷兵黩武正在成为其严重的负担，其装备规模、保有量过大，导致新型武器的更新换代出现问题。美国四处干涉国际事务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军事基地，都会造成严重的军费浪费。所以，中国的国防预算按需增长，走自己特色的道路就好，不必羡慕美国人，因为我们可以做的比他们更好、更高效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